少林寺最年轻的总教头大开杀戒，一拳爆肝，打断韩国不败拳王8根肋骨，直接将其送上抢救室。眼前这个个子不高，长得也不壮，但浑身充满自信的家伙，就是韩国的不败拳王金大焕。他此战点名挑战少林总教头谢维，就是要挑战中国功夫。自从武僧一龙被一个50岁的老将一脚爆头，还被爆出来花重金请一些留学生打假赛，种种恶劣的行为简直丢尽了少林寺的脸。国外很多网友都开始嘲讽少林功夫，同时也有很多老外抱着羞辱的态度来华挑战少林功夫。这个金大焕明目张胆的挑战中国功夫，对待中国选手也非常不尊重，指着小伙鼻子大骂中国选手都是废物。这让从小待在少林寺的谢维非常愤怒，接受了老外的挑战。作为最年轻的总教头，谢维的职业战绩非常漂亮，目前保持着8连胜的战绩。这一战势必要老外见识一下真正的少林功夫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黑红短裤的就是谢维。谢维的风格比较偏向站立，刚上来谢维想率先占据比赛的主动权，进攻也非常积极。对手号称不倒翁，就是因为他长达13年没有被 KO 过，抗击打堪称变态。谢维呢刚刚抢进来之后打了一个后手拳，金大焕呢又回了一个右腿的扫踢，是漂亮漂亮，近居还有一个白肘，漂亮。谢维的武器库相当的丰富，控腿把对手带到笼边，灵活性从容度越来越好了。那就一个后手。谢维这一波攻势实在凶狠，但金大焕也积极换拳，谢维不小心被命中，好在谢维反应很快的下前，想控制对手的腿部，不过因为脚下打滑，让谢维陷入到了被动，被对手控制着脖子。双方选手的实力都很强，就看谁能抓住机会了。不得不说，金大焕确实有嚣张的资本，实力很强，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。看谢维会如何挣脱现在的把位，千万不能在地面上跟对手纠缠太多的时间，稍微松出一点角度了。金大焕放掉了，他累了，他累了。金大焕漂亮的，上过去。哇！再次砸摔在地，非常剧烈。谢维也没有办法复制更多的东西出来。好，放掉这个位置了。对，所以不妨呢把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一下，就这样，就是这个，把对方的单腿拉向一边，瞬间切入。第2回合开始，谢维还是占据比赛的主动权，扫踢对手的支撑腿。从之前的比赛中就能看出，不管是站立还是地面，谢维都是占据优势的，所以这回合上来，谢维就扩大自己的优势，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影响。谢维主要的进攻方式还是在站立上，站立上的打击非常精准，不管是扫腿还是支撑腿，都让金大焕非常难受。确实，在这个距离把握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，谢维可以多用一些前手刺拳。漂亮，好的摆拳。金大焕呢这段时间打得比较保守一些，漂亮。但是你论战力的话，谢维打得要比对手好。没错，谢维打得干净，是漂亮，漂亮，倒了，要结束了，连续击打，谢维准备收比赛，金大焕，谢维可以准备收比赛了。最后1回合的时间，金大焕的状态肉眼可见的非常不好，体能接近崩溃。谢维还在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，金大焕还想尝试抱摔挣脱控制呢，但他根本就不可能阻挡谢维强势的打击。谢维重拳砸击金大焕，是想趁对手兵要对手命，就是金大焕的抗击打实在太变态了，这样不间断的打击下，换做一般人的话，可能早就被终结了。但金大焕现在也是强弩之末了，而且很多的格斗选手都会去练自己的脖颈。是的，格斗选手应该不太容易落枕，脖子上肌肉够强。顶向了笼边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为金大焕呢是想缓松自己的体能，完全不行了。金大焕躺地上不起来，谢维非常聪明的往后撤，示意裁判让对手起来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谢维就不会再给金大焕机会了。谢维这个时候呢，又是有分寸的打，
爆杆拳，爆杆拳，比赛结束了，谢维赢了。谢维将对手打服了，证明了少林功夫的厉害。接下来的这场大战也是谢维职业生涯非常经典的一战。对手名叫罗塞纳，他是柬埔寨的拳王，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。不过对于谢维来讲，要想成为强者，就要击败强者。这场比赛刚上来，谢维依旧打得十分主动，重拳将对手逼在了围笼边。5个上钩，能不能打跟进？不打，做了个转身技术之后呢，没打中，反倒被谢维挨了几拳。谢维这组打得不错，记得比赛当中能够打出这样的表现，也侧面说明了谢维人的分量。谢维今天上来的感觉很好，可以继续保持现在的进攻侵略性。是，当然要小心对手的防反。谢维尝试抱摔对手，这一下的发力非常强，将罗塞呢给按在地面上了。对手是一个泰拳手，在地面上的实力并不是很强。谢维虽然主要也是站立打击，但地面技术也比对手强不少。现在成功进入地面，就看谢维会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打击。不过罗塞呢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，紧紧控制谢维的上半身，不给谢维打击自己的空间。看看谢维这段时间呢，在地面的身位转换当中显得比较娴熟，毕竟呢是两个人的第一回合，所以在角力的过程当中呢，圣罗塞纳尽管是一位老将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漂亮，再摔啊，又是一个半摔。第二回合一上来，罗塞呢就是高扫上头，这一下非常凶狠，好在谢维躲闪了一下。罗塞奈的拳脚功夫非常厉害，尤其是他的腿法非常有力量，还有硬度。这回合罗塞奈的目的也非常明显，就是要用腿法给谢维造成影响。谢维这时候也在积极的跟对手换拳。上场比赛中，谢维就将自己的重拳发挥到了极致，也证明了自己拳法的杀伤力。绕着换拳，第二回合上来之后，他明显加强了腿法的进攻。嚯，连环踢，这个在中国人说法，这叫鸳鸯腿。圣罗塞纳，我们看他的腿法进攻，这回合用的确实比较多。他是一个很擅长用腿法来开路的选手，而且他的正蹬呢，其实也相当有力，多拳法上面也在有变化，漂亮。这比赛来到了最终回合，谢维依旧是积极的进攻，前面不间断的站立打击已经有了效果。于是最后一回合的时间，谢维就是要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接连的重拳命中对手面门。谢维也有腿法的动作，不过谢维最出众的还是拳法，能给对手带来不小的压力。谢维的整体表现非常不错，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，也会给对手带来不小的影响。非常凶狠，谢维还是要抓紧把这几个摆拳能够至少打中1到2个，自己要有重拳击打。对，谢维换回到反架，两个人的反应速度和节奏都非常快。这场比赛确实，如果说第一回合圣罗塞纳打得不好的话，后两个回合这回合罗塞奈的局势就非常被动了，一直被谢维控制在角落里，并且谢维的防守还非常严谨，对方的反击都打在谢维的格挡上了。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漂亮，进地面了，连续击打，连续砸击，再做砸击，打击结束了，谢维赢了，结束了 KO。哇，漂亮，就是那一个冷拳爆头。对，谢维好样的 ，KO 了百胜的泰拳王，不愧是少林寺最年轻的总教头。大家觉得谢维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前手拳，第一下打空的，后边这一下后手把刚才岛田遮了一下视线，这两下哇。